大部分人的主力作图工具还是 Photoshop， 但是很多人都反映自己的 PS 太卡了。除了电脑本身配置低的原因，还有可能是跟 PS 的设置有关。今天就来详细说一下能大大减少 PS 卡顿的提高速度的方法。视频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先点赞收藏再观看，以备不时之需。下面以我使用的 PS 2022版举例。第一项，停用主页屏幕，使用旧版标题。现在大部分人都用上了新版的 PS， 新版里增加了一个主页的屏幕，软件打开的时候非常拖慢速度。如果你对新版的主页屏幕无感，建议直接关闭，打开首选项，点击常规，取消选中，自动显示主屏幕就行了。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一并勾选使用旧版新建文档界面，提高新建文档打开速度。关闭导出剪切板，可以提高文件导出速度。关闭在置入时始终创建智能对象，可以减少智能对象数量。智能对象对性能有更大消耗。第二条，禁用不常用功能。在首选项工具标签下，有很多平时并不怎么常用的功能，这些功能虽然作用不大，但是会明显拖慢 PS 的运行速度。比如这一个显示丰富的工具提示，对老手来说就没什么用。通常我只会保留以上5项，满足绝大多数应用足够了。第三项，关闭后台存储和停用 PSD 文件压缩。后台存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PS 自动保存当前文件的修改，以免断电或异常宕机造成损失。然而很多情况下，后台存储会严重拖慢速度，建议关闭。我们还是养成良好的随手 Ctrl+S 保存的习惯。还有一个是更改文件兼容性选项，在首选项文件处理中，针对16位和32位的 PSD 和 PSB 文档，选择禁用 PSD 和 PSB 文件的压缩。从最大兼容 PSD 和 PSB 文件菜单中选择询问或总部。第4项优化，正确设置暂存盘。当 PS 发现可用内存不足时，会自动调用暂存盘存储文件。大家可千万别小看 PS 的临时文件，几个 GB 都是稀松平常。通常暂存盘的设置会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最好设置到固态硬盘，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肯定是最快的。第二个原则，同时设置多个暂存盘，当一个盘存满之后，还有后备可选。我们可以通过文档底部左下角的小箭头切换到暂存盘显示，查看暂存盘是不是够用。第5项，图形处理器。图形处理器跟你的显卡跟显卡驱动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的显卡比较好，驱动也是最新的，那图形处理器中高级设置就全部选中。启用了图形处理器，可以激活很多特定功能跟增强功能。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集成显卡或者显卡比较老，那就直接彻底关闭图形处理器，能非常明显的解决卡顿问题。第6项，高速缓存和历史记录。很多人觉得性能标签里高速缓存级别和高速缓存拼贴大小数值越大越快，其实不是这样的。 PS 已经帮我们内置好了3个默认选项，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来选择。另外，历史记录的数量也对速度有影响，大家也不要改得太大。第7条优化，智能对象尽量删格化。智能对象特别好用，可以在不改变样式的情况下修改内容，但是智能对象多了确实特别拖慢速度。在完成智能对象的最后编辑后，应该尽量进行删格化处理。第8条，文字预览。我们做设计肯定会安装很多字体，但是字体一多，字体工具就容易出现卡顿。我们点击文字菜单，选择字体预览大小，然后选择小，这样既保留了字体预览的功能，又能加快字体加载速度。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卡，可以直接把字体预览改为无。此外，首选项文字也可以做一些设置，我个人一般只保留启用文字图层替代字形和使用占文符文本填充新闻的图形这2个选项。第9项优化，设置图层缩略图。在图层面板上，每一层前面都会有一个当前图层的缩略图，在缩略图上点右键，可以设置显示的状态。我一般是选择小缩略图和将缩略图剪切到图层边界，缩略图也是很占内存的，能缩小的就不要放大。第10项优化，首选项增效工具里的允许扩展连接到 Internet 应该关闭，这也是我们通行的做法。第11项优化，快速清理 PS 内存。当你长时间使用 PS 以后，会发现越来越慢，这是因为你在工作中 PS 占用的内存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关闭 PS 再重新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重启 PS， 可以点击编辑菜单清理，选择全部，就可以快速清理 PS 占用的内存空间。第12项优化，禁用标尺和叠加。显示标尺和叠加会降低画布上的某些操作，比如说绘画、变换或者拖动图层的速度。要禁用标尺，我们可以在视图菜单中取消选择标尺。要禁用叠加，我们可以点击视图显示菜单，禁用个别项目或者直接选择无。好了，上面这12项设置应该算是比较全的 PS 优化攻略。我们在设置完之后，一般都会有明显的改观。
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有必要考虑一下电脑的配置。总之，新版的 PS 功能更多，但肯定比旧版的更吃资源。如果增加了新功能，并不能对你的工作有多少帮助，那么选择一个熟悉的老板才是最合适的。好了，关于解决 PS 优化卡顿的问题就说到这儿。大家有什么 PS 的使用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也会给大家一一回复。